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你看，在90年代的时候啊，当时有一部台湾的电视连续剧，可以说是火爆了全国吧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特别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了。哇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，尤其是里面的那些音乐作品与插曲啊，让人印象深刻。我时常呢，在有空的时候啊，就会把这些优美的旋律呢，在那个键盘上面呢，去瞎弹一番。啊，那些旋律呢，仿佛一下就把人呢，又拉回到了那熟悉的故事情境当中。而且我曾经啊，还在一次节目当中呢，有幸做过白素贞的专属摄影师。哇，那气质啊，真是迷人。这不重要啊。那说回今天呢，现在我们要去探寻的啊，其实是这个青城山了。一提到青城山啊，我们立刻就会知道啊，你看青城山下白素贞嘛。但是大家呀，也许不知道，青城山最早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那个道教的发祥地，而佛教啊是后来呢才慢慢引入进来的。不过在这千百年来的时间当中呢，在这个佛教与道教之间呢，可以说是相互共存，各有千秋。而我们今天要去探寻的啊，那便是青城山最早的一个佛寺吧。那你看这个历史悠久的佛寺啊，自古以来呢，便隐藏着许多的故事与秘密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寺庙？里面又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？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啊，就要从这里开始。显灵堂底下什么都没有，就只有一些砖块。你看，在这里啊，供奉了一个神仙。是土地庙吗？不太像，旁边的石板上面写上的是骊山老母。骊山老母是谁啊？应该是道教的某位神仙吧。据说他的武功很厉害哦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庙当中，香火还是蛮旺的。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些古老的石板梯啊，一直往上走，路还是比较好走，不过稍微有一些陡峭。你看平时来这里的人啊，我估计应该并不多，因为沿途啊并没有民家，也没有菜地。就是一个清修之地吧。以前啊，这个阶梯呢，可能就是通向朝圣之路了。嘿，那这个寺庙呢，它与现代的这种都市里面的寺庙啊，还真是有一些不一样。因为在过去啊，修行呢都是在深山之中嘛，所以这座寺庙啊，也是建在这个森林之间。显示呢，这座寺庙还有3公里左右。所以我们今天啊，又算是徒步爬山之旅吧。你看四川这边的天气啊，同样也很炎热。今天的这个气温，我估计应该是在30几度。不过森林之间还算是比较的凉快。那这座佛寺啊，它的名字呢叫做香积寺。据说呢，修建于500多年西魏的大统年间吧，距今都已经有1500多年了。而关于这个寺庙啊，还有一个传说，说是曾经啊，这山顶的寺庙里面呢，住有一个高僧，而当地的村民呢，都把这个高僧啊称作为击鼓禅师。为什么是这个名字？因为说他啊，生前呢很喜欢吃鸡。这个人不是吃斋饭吗？说是这样说，但我个人觉得啊，是因为在过去呢，修行啊比较的简陋，所以只能是以吃素为主。但是你看，如今啊，很多著名的一些大寺庙里面的那些高僧啊、大和尚，也不前不久不是被爆出来说他是一个花和尚吗？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大寺庙也好，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著名寺庙里面的花和尚啊，遍地都是。当然这不重要啊。刚才说到哪里？说那个和尚喜欢吃鸡。哦，对，说到那个和尚啊，老和尚比较喜欢吃鸡嘛，所以呢，经常啊，他在吃鸡的时候呢，在煮的过程当中啊，
哇，那个香气飘飘哦，可以说是散发出来以后呢，整个山里面啊都能闻到。所以呢，大家也把这一座山啊称之为香鸡山。不过后来啊，当这个老和尚呢，当他升天的时候啊，竟然把生平所吃的所有的鸡啊，全部都吐出来，而且那些鸡啊，竟然还都复活了。然后啊，大家都说他功德圆满，并且那些鸡与那个老僧人啊，就一块呢都升天了。后来这一座山啊，也就得名叫做香吉山。连这里有瀑布，下面还有小溪，真是山清水秀啊！那我们一块儿来体验一下这个林间小道吧。哇，泉水啊，水特别的清澈。山泉水哦。走了20多分钟的时间啊，你看，从这里呢就能看到那座古老的寺庙了。其实它就在这个石板梯的尽头，然后隐藏在那一片森林之间。从外观来看呢，它就是那种传统的朱红色的这种古老的寺庙吧，古香古色的。它规模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呀，难道就是这样孤零零的一座吗？看上去确实并不是很大，但是据说在北宋时期啊，在那个《蜀中名胜记》里面就记载了这个寺庙呢，它周围啊有瀑布，还有击鼓禅师塔和一些其他的建筑，规模啊非常的宏大。但在明代的时候啊，这座香吉寺呢又被毁掉了。后来在清代的康熙年间呢，是对它进行重新修过，民国时期啊也有过修复。不过在08年的汶川地震，再次啊让这座寺庙呢又坍塌了，现在只剩下这座大殿吧，还孤零零的屹立在这里，就像是一座废弃的寺庙一样了。不过我估计啊，应该平时不定时呢有一些居士啊，或者说是当地的管理者吧，来这里啊扫扫地吧。你看这寺庙啊在这里了。最上面并不是大雄宝殿，写上的是香吉禅寺活菩萨庙哦，嘿，你看这里的香火，看上去呢零零散散的吧，还是有一些人来过。哇，这个颜色啊，朱红色，真是蛮古朴的。但在这里写上什么？请不要随便拿庙里的东西，拿了物品的，请及时归还，请君自重。
谁还会拿庙里的东西呢？拿了不会天打五雷轰吗？你看这里还有贵殿，进门之处啊，寺庙啊，其实还蛮黑的，因为这里面啊采光并不是很好。哇哦，里面就是三尊菩萨，这应该是释迦牟尼吧，金灿灿的。底下还有很多的观音菩萨和一些童子吧，那地方应该是财神爷。你看这里，观世音灵签，嘿，那应该说的就是这个东西了。求签筒，哇，投出来了一个小强。哎，这求签的，看一下我能求到一个什么签啊？阿弥陀佛。看一下，第72签，第72签怎么看呢？应该可以在哪里查？哦，在这里，第72签中63签，444 73。你是72。哎，怎么没有72？ 83了。54。53，哎，怎么唯独没有72呢？哎，找到了，72。开亮了。一谋一用一翻书，它的解释呢是此卦屋好墙壁之象，凡事呢稳当无险也，也就是大概有贵人相助，什么事情呢都一定要稳妥，这样呢就会更安全吧。嘿，72签哦。这难道是孙悟空的72变吗？哇，这里还有油灯，不过里面的油啊都已经干了。你看周围的观世音菩萨，这里还有一张金卡的观世音菩萨。这是华严三圣吧？底下是地藏王菩萨。你看这里还有另外的佛经吗？癌症类，甲状腺癌，殊胜法门让14岁晚期的少年转危为安。夫妻情感，眼睛乱放电，害他人动情不可自拔，自己也饱尝感情苦果。殊胜法门挽救了我的婚姻，也成就了我们夫妻的佛缘。这应该是佛祖啊来到人世间呢普度众生吧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很小的龛位啊，供奉了3个财神爷，不过旁边啊却写上了龙王之位。难道是个龙王啊不知道是被谁带走了吗？这是另外一尊观音，坐在一只大象上面，不知道是不是普贤观音啊？这边还有很多的香烛，都是新的。这是观音，但我就不太认识它了。你看这里的童子啊，都倒掉了。我来把它放起来。佛祖，地母神位。其实这个寺庙啊并不大，里面的空间呢就只有这么小。你看过去啊，应该还有管理者啊住在这个地方，不过确实这个地方呢比较的简陋吧，所以生活在这里也不易，所以后来也应该离开了吧。现在就只能看到有一些碗筷，还有一些被褥。但这里啊有一个非常老旧的，直接用树桩啊做的一个木梯，哎，爬上去，这是维修吗？走，我们出去看一下。这里还写上了3元堂
日月星辰，天地水府三品大地之香味。那这应该供奉的就是管天管地管水的神灵了吧？上面有很多人的名字，写上的是古香集寺，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一口钟的时间。没有写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，就挂在这一棵树上面。这里面都是些垃圾了。你看，我想这应该是一些老物件吧。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，但是他们所有的菩萨啊都是石造的，这些线条啊特别的流畅，而且我发现啊，在他的手上还有头上呢，竟然还插上了木桩，那说明在过去啊，雕刻这些佛像的时候一定是特别有讲究的。但他们现在的头啊，全部都已经没了，连这个财神爷都已经破了。你看后面这里，我想我找到传闻中啊那个最怪异的石头了。原来在这里啊，这就是那个最神秘的漏米石了。在这个石碑上面也刻上了漏米石。以前呢，那些米粒啊，应该就是从石缝里面啊漏出来吧。相传很早以前啊，这里有一个姓庄的霸王，心狠手辣啊，欺压百姓，占在周围方圆几十里的田地。他恨不得啊，把穷人的骨头呢都拿来熬油点灯，而村民的日子啊苦不堪言吧。所以也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啊，叫做庄不满。而当年寺庙里面呢，住有2个和尚，一个老和尚，一个小和尚。平时呢，他们就靠这些香客的烧香的钱啊来过日子吧。有些时候甚至啊还要出去呢化缘啊才能糊口。有一天呢，他们在打扫周围的卫生的时候啊，就发现，哎，好像这个石头的中间啊有一小撮米，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米呢捧出来，刚好捧出来以后呢，就发现又露出来了一小堆米。哎，这个米是哪里来的呢？就像那个泉水一样，用之不完啊，取之不尽。不仅解决了他们平时的生活的温饱的问题，而且啊，他们还把这些米呢分给周围的这些穷苦的百姓吧。一下呢，这个寺庙啊，砰就火了。大家还给这个寺庙取了一个外号，叫做漏米寺。不过很快啊，这个消息呢就传到这个恶霸，就是那个庄不满的耳边了。他就带了一堆人来到寺庙里面，把2个和尚呢砰赶出去了，然后把这个周围啊占为了己有。他们就来到这里啊，就发现其实当年的这个石头啊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更大的一个崖壁。他们就发现啊，在那个崖壁的中间呢，确实有一些米。然后他们把它捧出来以后呢，的确又在漏，但是漏得非常慢。这个庄不满啊，就觉得太慢了，然后就叫人呢把这中间啊给它砸开，希望得到更多。当凿开以后啊，这中间呢却不漏米了。然后庄不满啊就沿着石壁往上爬，爬到一半的时候啊，他就发现哦，原来是一些白鹤啊，把他庄园里面的那些谷子啊啄过来以后，正在这个石壁之间呢藏米，非常的生气。于是便下令啊，让人用弓箭呢来射杀那一些白鹤，射到最后只剩下一只受伤的白鹤啊，却被这2个和尚呢救了下来。救下来以后呢，大家啊也把旁边的这一个山峰啊命名为白鹤岭吧，这就是这里的由来。1年之后呢，这一只受伤的白鹤啊康复以后，然后也变大了，再次来到庄不满的庄园啊，开始啄米，然后藏米。庄不满啊，赶紧带人啊，用那个火箭想把这一只白鹤啊烧死。
结果自己呢却被这一只白鹤啊啄瞎了眼睛，而且白鹤呢还在地上啊啄起了一个火把，然后把装不满的庄园啊给烧毁了。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啊，这一个庄园被烧毁了，但是周围百姓的那些茅屋啊却安然无恙。所以后来啊，这一个孤鹤岭与漏米寺的故事呢，慢慢便传开了。在过去啊，这里可是风景秀丽的修行之地，就像很多寺庙啊，特别是古寺的选址呢，都是很有考究的。而如今的这个香积寺啊，就这么静静地藏在山林里，朱红色的墙皮啊褪了色，而大殿里面的佛像呢，却依旧啊金灿灿地立在里面，像守着千年的光阴啊。当寺庙里面的钟声啊敲响以后，回荡在整个山谷之间，你看那个回声重重啊，一定能净化心灵吧。只要有我们这样的探寻者啊，冒着30几度的烈日来到山顶探寻这样的古老的寺庙的话呢，那我想啊，这样的寺庙也从来没有废弃过吧。好吧，那这里啊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是小思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个古老的香积禅寺，那我们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好吧，走了。哎，稍等一会儿，我看一下这个后面啊，在地上啊，其实散落了很多的瓦片，这些应该都是过去的那个寺庙留下来的吧。这里还写上了寒林菩萨，不知道那位寒林菩萨现在在何方啊？周围都是杂草林了。看一下这个寺庙的后面，就这样的，其实挺黑的，上面还是那种仿古式的建造吧，都是朱红色的。就转到这里来了。刚才我发现啊，从这个寺庙的旁边这里啊，还有一条小路，也是这种石板路。不过现在的石板啊都已经没了，不知道通向什么地方。我们去看一下。也是周围茂密的森林啊。过去的这种石板路都已经全部踩塌了。这就是后山。这个区域啊，都是属于青城山。刚才我用无人机看呢，因为它周围全部都是荒山和这种荒草林吧。所以看上去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条石板路啊通向什么地方。那我们一直啊还在上山。感觉啊，有一点荒，连那个地方还堆了很多的大石头，说明在古代啊，应该都是一些建筑吧。怎么样？
蚊虫很多啊。哇，这是继续在上山啊！有点滑哟。又到了一片竹林，生意兴隆。哇，密林之间啊，哎呀！看来刚才那个寺庙啊，并不是山顶，而现在我们还徒步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小路，不知道通向去是什么地方。你看这棵树都已经被连根拔起了。哇，这里有点荒哦，稍微小心点啊！这一路还能看到红绳。不知道是上面还有寺庙，又或者说是上面有坟呢？哎，哇，这一条路哎，可以说是没有路了。我感觉越往里面走越荒了。哎呦，这路坍塌了，你看。我再往前面去看一下，如果没有路的话，我们就只能折返了。哎呦，看来这里面没法走了。你看这路，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前面通向什么地方。那个地方还挂了一个红绳，不过前面已经没路了。茂密的树林，还以为这山上还有什么寺庙之类的，结果走了半天什么都没有。不过也许是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山上即便有什么建筑、有什么东西都已经被吞没了。在寺庙旁边这里应该是村民街上取之不尽的泉水吧？哇，没错，你看这水非常的清澈，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底部。而且过去这里应该是一个
应该是厨房吧？你看这里还有灶台，不过现在整个房子啊，全部都坍塌了。试一下，哇，特别的冰凉。哎呦，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啊，这感觉就像是从冰箱里面啊取出来的一些水一样，哇，非常的清爽。还蛮甜的，哇，很爽。这可是真正的山泉水哦。但是你看，周围啊堆放的这么多的麻袋吧，我感觉啊，它们怎么已经都变成了石头？你看，这里更加的明显，哇，这完全就是石头啊！既然都已经石化了，难道这些是石灰吗？我还是蛮奇怪的。哇，非常舒服。